瞎了18年的你第一次睁开眼，却发现土中共枕的妻子竟是当朝女帝，而每天被你捏脸欺负的丫鬟更是冷艳见仙，就连家里冲你摇尾巴的大黄狗都是活了30万的洪荒大妖。只因女帝怕你被有心之人利用，所以让宫里人扮演成普通百姓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你并不是真瞎，而是自愿封印双目和神识。因为传输而来的你觉醒了盲目剑圣系统，只需自封双目就能持续变强，还能抽到系统给的极品奖励。而你刚瞎眼的时候，身上没有半点修为，差点饿死在街边。也就在这时，你遇到了一位大户人家的姑娘，自称为了应付家里催婚，让你跟她假结婚应付父母，快要饿死的你当然求之不得。于是你就过上了被富婆包养的快乐生活。这天是你瞎眼满3年纪念日，没想到竟然人品爆发，抽到了仙庭奖励时空剑意。体内汹涌如海啸的剑意仅仅一散出一丝，就展开万里苍穹，一剑破天。你赶忙压住滔天剑意，还没等天下无敌，那必须低调。就在这时，侍女苏清秋火急火燎赶来。老爷，你没事吧？奴婢方才听见一些动静，您受伤了吗？中方家族不愧是村子里最有钱的人家，就连丫鬟都养的娇嫩水灵。老爷，不准欺负奴婢。青秋，你是不是想学剑？是啊，我想学剑保护夫人和老爷。恰巧我想起一篇剑道经文，几年前游历江湖时，一位白胡子老爷爷说我骨骼惊奇，乃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，于是传了我一本剑道典籍。他说自己是什么剑圣柳白，还吹牛称自己以人间无敌，唯有天能与之一战。我觉得他是个老骗子，翻了翻就把书店桌角了。不过书里有些剑道感悟还是不错的，今天便讲与你听吧。老爷，你怎么知道是一位白胡子老爷爷的？坏了，忘记我是一个瞎子了。到底听不听？听。原本苏清秋只是演戏装作很感兴趣，毕竟她的真实身份是一位天才剑修。可听着听着，苏清秋被彻底震惊，不知不觉进入了顿悟状态。在她身体周围，一朵朵剑纹莲花凭空浮现，瞳孔深处凝聚出蓝色剑符，约莫半盏茶功夫。苏清秋如梦初醒，震撼又激动。此等感悟，定然是剑道大能的所著，堪比剑道产艺。我竟然因此突破腾云境。境界划分9至1品：腾云境、搬山境、覆海境、月耀境、朝晖境、擎天境。叶飞如今境界是搬山境。此时你不知道苏清秋在想什么，刚才你感受到一股冰冷如霜的剑意从苏清秋身上散发而出，神识被禁锢，你只能凭借感受判断，认为苏清秋是一位剑道天才。此类剑道典籍我还记得不少，以后有时间你可以常来，我为你讲述。如此珍贵的经文，清秋无功无德，受之有愧。无妨，于我而言，这些都是身外之物。帝君果然深不可测。此时的你伸了伸懒腰，便决定出去买点菜。其实你住的地方乃是太极殿，独属于女帝的私人寝宫。为了不泄露身份，女帝便把太极殿改造成小村子，名叫金朝村。不仅如此，女帝还吩咐朝堂大臣、宫女太监扮演相应的角色，不准在你面前泄露女帝身份。扮演村长的宰相江沧海正好看到你拄着拐杖走了过来，热情地向你打招呼：“小菲菲又出门买菜呀？”村长江大海，有阵子没见，我还以为你跑到哪个山村角落等着大限将至了呢。哪里的话，老头子，我身子骨硬朗着呢。这可不一定。话音未落，你一个闪身，一把抓住江沧海的手，表情顿时沉凝下来，随即运气发动寻龙摸骨手，开始测算江沧海的命格。你这老家伙命格不凡，本该大富大贵，入朝为相，可你却窝在这里当一个小村长。你要多找找自己的原因啊！这么多年俸禄涨没涨？有没有认真工作？你快放开老夫！别动，我关你印堂发黑，最近必有血光之灾啊！别对老人家动手动脚的。我好心提醒你一句，最近这几天注意安全，是生是死，且看你是强是弱了。良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老村长信不信由他，反正该说的都说了。没想到叱咤风云的当朝首辅，也有吃哑巴亏的一天，以后喝酒又有的吹了。苏清秋告知女帝，冲天剑意并没有找到源头，还有自己突破境界的事情后，女帝没想到她为了堵住朝中大臣的嘴而找个便宜，夫君还有这本事。很好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清秋，你随我过去一探究竟。参主，你这里有白菜吗？瞎呀，自己不会看吗？的确瞎了。闻言，赵构一愣，脸色瞬间黑如锅底。他可是梦想造反成功后娶女帝为妻，如今却被你个死瞎子给拱了。你个死瞎子，赶紧滚！老哥，我听你这口音，你是属地的吧？我劝你赶紧回去，把老婆儿子接过来，别待在属地了。为什么？属地藩王马上要掀起叛乱之战，他的好大儿赵构不远千里进京，就是为了搅风弄雨，让大晋王朝内部产生混乱，好让他爹趁机谋反。尼玛，我都还没施展计划呢，这小子从哪里知道的消息？难道我赵家谋反的消息早已传遍朝野了？你是怎么知道蜀地藩王欲图谋反的？
身为一个瞎子，我会算命，应该很合理吧？赵构闻言一口气差点没提上来，当即破口大骂道：“滚！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，不然老子弄死你！”话还没说完，突然他看见女帝正缓缓走来，顿时心如死灰。完了，刚才的话肯定被女帝听见了。即便不用眼睛看，只闻见一点香气，你就知道是谁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刚才说蜀地藩王欲图谋反，怎么回事？我也想听听。瞬间街道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这瞎子。都是他，都是这瞎子说自己会算命，预测蜀地藩王将要叛乱，让我赶紧带着一家老小逃离蜀地。我可不是胡说，自从3年前女帝登基称帝，蜀王赵玉环就开始屯兵扩张领地，大肆招揽修行者，招招野心还不够明显吗？好一个九族消消乐的大胆发言，这又能说明什么？屯兵扩张土地就能断定蜀王谋反吗？别急，我还没说完。蜀王赵玉环没有离开蜀地，可他的亲生儿子赵构10几天前不是已经入京了吗？赵构此次进京城，目的很简单，想方设法破坏晋国内政。由他率领一队刺客杀手已经潜入京城，赵构才是掀起叛乱的导火索。想必藩王赵玉环已经陈兵100万，聚集于某地，正在等待赵构给他们创造时机。什么情况？难道有叛徒？可是此次计划只有我和父王知晓，难道我才是叛徒？说到底，你还是没有证据。关你屁事啊！干嘛非要证据？女帝东方琉璃凤眸微眯，看出赵构的异常，心底备受震撼。不会真被他说中了吧？我也想知道，你可有证据表明赵构进京是为了协助蜀王反叛？为了维护村子的和平，那我就说说看吧。据我推测，赵构率领的杀手已经悄悄潜入当朝首辅将沧海府邸，准备刺杀首辅大人。没想到吃瓜还吃到自己身上了。女帝对着禁卫军统领悄悄挥手，见状，禁卫军统领清楚事情的严重性，快步离开。那我就拭目以待了。不消片刻，禁卫军统领悄无声息地回来，面色严峻肃穆，朝着女帝东方琉璃回报情况。赵构当真率领杀手进京城，还准备埋伏刺杀首辅将沧海，企图掀起晋国内乱。荒谬，太荒谬了！有瓜这可怎么玩？老弟，听我一句劝，赶紧携家带口离开蜀地。赵玉环虽有雄才大志，但蜀地纵深太浅，想要和一整座王朝对抗，无疑是以卵击石。日行一善，今天又救了一个人。就这样，赵构被你直接气晕过去，随后赵构被禁卫军带走，而你提着菜篮子开心的和女帝媳妇回了家。回到家，在饭桌上吃着饭，女帝想到叶飞戳穿赵构想造反的阴谋诡计，女帝怀疑叶飞真的是圣人转世，故又开口试探一番。我想知道你对大晋的未来有何见解？你对当朝女帝秦琉璃又是何看法？不知道，不关心，不评价。哼，放心，只是闲聊而已，我不会往外说的。罢了，看在你平日里待我不薄的份上，跟你说说也无妨。跟我来。叶飞仰着头回忆小说里的剧情。原著中，蜀王世子赵构作为小说唯一男主，为了帮助蜀王赵玉环谋反，大张旗鼓赶赴京城，暗地里带着100名刺客潜入首辅将沧海府邸，差一点将其自杀。不过江沧海也因此重病不起。没有江沧海辅佐女帝处理政务时，明显力不从心。随后赵构笼络朝廷大臣，以后宫无主为由，让女帝册封一位帝君，然后再让埋伏在大晋各地的蜀国大军伪装成流民盗匪，掀起帐幕。3重压迫之下，女帝秦琉璃弓怒难支，大晋内政开始出现混乱。短短半年时间，大晋版图分裂成2半，朝廷也分为2派，一派支持女帝秦琉璃，一派支持蜀王赵玉环。最后，女帝秦琉璃还是输给了赵构的主角光环，大晋一主改名姓赵。大晋国运昌盛，未来或许可以逐鹿九州，一统天下。那不是很好吗？你为何叹气？我看的不是大晋，而是当朝女帝秦琉璃。说来也巧，你也叫琉璃，女帝也叫琉璃。东方琉璃忽略了后半句话，心底隐隐感到不妙，就连苏清秋也紧张起来。女帝怎么了？女帝文治武功，修为盖世，当然是个好皇帝，但她太着急，殊不知真正的隐患一直潜藏在身边。大晋国运昌盛如火，可若不重视，擦侧酣睡的豺狼，未来统一天下的或许是大晋，但未必姓秦。赵玉环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，且极具手段。蜀地明面上报备军力仅有50万，但藏在暗地里的精兵却足有150万。不但如此，赵玉环这些年来一直在笼络朝廷官员。他很聪明，坚决不拉拢3品以上大臣，只盯着4品以下，镇守各地的县令、巡抚使等。一旦内战打响，除了京城以外的一大半城市会瞬间倒戈。若你是女帝，该怎么抵挡？一番话让东方琉璃呆滞当场，更令苏清秋震撼无言。他们没想到叶飞除了皮囊好看一些，气质出众一些，
其他哪都平凡普通的叶飞，竟知道这么多隐秘。难道我这便宜夫君真是圣人转世不成？要知道这些隐秘，只要付出人力物力调查，就能知道真假。我会宣发圣旨，命令边军进京擒王，再让柱国大将军秦烽火率领50万大军，直捣黄龙，冲向蜀地，攻其不备。赵玉环必定方寸大乱。聪明完美的回答，若非知根知底，我都怀疑你是当朝女帝了。那我再问你，倘若世子赵构在京城内部搞破坏，废除女帝左膀右臂之一的首辅江沧海，然后以女帝为立夫君为理由，逼迫于女帝，又该当如何呢？女帝已有良配，并非无主。至于首辅江沧海，他很安全，据说发现了潜藏的刺客。什么情况？剧本不对啊！女帝怎么能娶老公呢？她应该是孤独一生的女魔头，江沧海更不可能提前发现刺客，不然的话，主角赵构还怎么施行计划呢？你没开玩笑吧？你随便找个人打听一下就知道的事，何必骗你？此时叶飞已经凌乱了，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殊不知这是他自己的杰作。你觉得女帝的为人如何？不对劲，我竟然想知道她是怎样评价我的。哦，这我熟啊，我小说可不是白看的。论修行天赋，年仅21岁便有越要境修为，古今罕见。论经纬韬略，女帝13岁便率领5万军队，大破佣兵30万的楼兰国。论才华诗词歌赋样样精通，论相貌堪称倾国倾城绝代芳华。毫无疑问，女帝是一个完美的女人。老爷，你不是瞎子吗？你怎么知道女帝长得好看？我也是个男人，光是听闻女帝那些传奇，就足以脑补出她的绝世容姿。东方琉璃有点想笑，叶飞口中完美无瑕的女帝此刻就坐在他面前，而且还是他明面上的妻子。不说这些，女帝如何和我都没有太大关系。我比较好奇的是，你刚才说首辅江沧海发现潜藏在府邸的刺客，那蜀地世子赵构呢？他没被发现吗？按理说小说剧情不会偏转的啊。蜀地世子赵构据说犯了叛乱罪，由女帝亲自镇压入狱，这下你该放心了吧？女帝愚蠢啊！佩服，当着女帝的面前骂女帝愚蠢，女帝还不敢当场发作。帝君已是古今第一人，当然愚蠢了，竟然眼睁睁放过一个心腹大患，他也不想看。赵构何许人也？蜀王赵玉环唯一嫡子，孤身入京煽动叛乱，蜀王怎么放心他用真身犯险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京城里的赵构只是一具化身吗？是的，蜀王赵玉环不惜耗费无数天才地宝，打造出一具能够和赵构心意相通的完美化身。除非越要境大能一点一滴探查化身内部构造，否则很难发现端倪。换句话说，赵玉环早就在准备发动反叛的这一天，已经提前筹谋好一切。原来是这样，真是个惊天阴谋。就是不清楚出了什么变故，赵构居然提前败露，难不成剧情线开始偏离轨道了？究竟是谁在搞鬼？别让我带到了，不然我一定让你没有好果子吃。